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小妹。当时就以外面野餐，自己跟邻居两家人在烧烤一样的那种，用卡式炉准备吃饭呢，结果突然间就炸了，不同尺度的受伤，严重的已经住院了。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少用这种卡式炉，这一那么小罐，它没多大，你把我们7个人炸成这样。评论区这边有一个人想的跟我一样啊，我应该还算个有怜悯心的人，但是看到这个视频我也是笑了，大家都笑了。那屏幕前的你呢？你笑了吗？像以前呢，三小妹一直都是以为爱国就是真的爱国，直到我刷到一条小红书，爱国情怀从文字中透出来，但是评论区却被狠狠的打脸了。他呢是到了售票处看到有一行日文出现，他觉得这个太刺目了，胸口像被压了一块石头，然后说退役的军人那么耀眼，他不能够接受日语被堂而皇之的刻在5A 景区，不能够对日文过度迎合，不被自强，不然就是一记无声的耳光。这段是不是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小粉红？但是事情居然有反转哦，因为他的门窗简介上面写的是他用的是日本玻璃的加工技术，看到日文气的跳脚，但是自己在用的是日本技术的玻璃。怎么一回事？只能说啊，实际上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爱国已经变成一种高情绪、低成本的表演技术。像之前我在台中旅游的时候，台湾的标识文字都是非常多的，台湾人就不会觉得这个是在讨好，台湾人会觉得外国人来看我们的风景，懂一点他们的语言，才能把台湾更好的介绍给他们，不会把信息公开跟爱国画一个等号。还好这个只是玻璃，要是这是一个食物，假设不是日本是美国啊，那他会不会站在麦当劳的门口大喊美国亡我心不死，转身推门开始吃薯条，嘴上很爱国，身体很诚实？或者会不会冲到星巴克说国人要有骨气，我要求加冰脱脂少糖3分甜，要么你别吃别用，要么你闭嘴好吗？这两个总不能一起选吧？台湾当局核发的护照不得再用于进出及过境索马里。中方注意到，近日索马里联邦政府宣布禁止持台湾当局签发的旅行证件人员入境，重申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视频是高赞啊，但是也有人说谁吃饱了撑的会去索马里找海盗玩？中国要开始叫索马里小甜甜了，马上就被吐槽了，说索马里封了台湾，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突然就不是海盗了，是兄弟。海盗突然成了勇士。现在索马里已经慢慢的抬到了跟巴铁一样的高度了，成了勇士，成了小甜甜，还要送学生去索马里大学学习。这个真的没事吗？清一色的点赞跟鼓掌，让我在思考，这该不会是水军吧？这些非洲国家不要去，命比钱重要。有恐怖主义与极端组织活动的国家不要去。索马里、马里多重风险叠加的国家，就是我们先不要去的。索马里、刚果金、利比亚。索马里就算他没有把台湾给封了，台湾又有多少人会去呢？荧幕前看视频的你有去过索马里吗？去旅游吗？这个事件传递出来的信号其实是比较刺耳的，连最不相干的地方都可能突然禁止入境。一个海盗国借助一中原则登上了外交舞台，全球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海盗盛产，瞬间影视剧跟现实重叠了。台湾人真的太难了，可能台湾都没有人能够冲上去跟他说一句我们也不想去你们那玩命。最荒谬的，中国真的感激了。这就像在班级里面有一些吊车尾的同学突然喊了一句不承认台独，老师就把3好学生的奖状发给他了。在涉及到台海关系的时候，美国一直都是没有正面的去承诺一定会帮助台湾。在索马里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美国有2名议员立刻马上的致函给索马利亚驻美大使馆，还可能
能将美国境内的索马利亚人遣返，而且从索马利亚做了这个决定开始，就立刻暂停核发入美的签证了，拒绝索马利亚签证入境美国，并且还停止了援助计划。最严重的就是可能会关闭驻美使馆，等于是切断了高层级的外交关系。一直都有人说台湾是美国的工具人，但是呢，你不可否认，台湾它就是有一个地缘性的战略价值。实际上，台湾有很多制度都是跟美国一样，台湾用的是民主选总统，台湾的媒体跟美国一样是可以直接骂高官，制度民主是属于比较先进的，因为它更尊重人权。美国帮台湾不是因为台湾好可怜，是因为台湾也是世界民主同温层的一份子。说难听点就是美国不是圣人啊，美国如果不帮台湾，就等于是告诉世界你别信民主制度，哪天被吞了我也不会管。只要你一翻开报纸，只要你一打开电视，只要你在网络上一翻，全部都是说我去洗人口。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不知道政府就怕成这样。作为一个生活在台湾的大陆配偶，我的立场永远都是和平并且统一。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了，我就见证了大陆的飞速发展。我的立场一直都是很坚定的。对于这个陆配雅雅的事情，之前本来就一直很想要聊，现在对他反而又是一种深深的疑惑。雅雅到底是什么学历？她是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吗？这3个被遣返的陆配到底是谁的学历最高？到底谁能够绕出这些死胡同？我之前在中国大陆就非常喜欢跟我说台湾相关的事情，通常呢他们的学历都不会非常高，一般学历非常高的情况下就会相对比较少出现那种只有自己观点是对的，别人的观点是听都不需要听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就是雅雅让我感受到的言行不一，你当然可以喜欢大陆，没错，那为什么不是你的老公陪你嫁到中国呢？为什么要遣返回中国的时候意见那么大？为什么说返回中国就打乱了对孩子的安排？那么爱中国呢，对孩子的安排肯定都在中国，不是吗？我觉得雅雅的情况跟小薇和恩琪有所不同，就像死饭了一样，我坐在那里哭。很多人希望你把孩子带回来，希望亚亚也把孩子带回来，甚至希望你们把自己的老公啊什么都带回来。在你的想法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在说我们的时候，他应该忘记了自己的根脉，忘记了自己的什么样的颜色的皮肤，我气是不会忘记。有人看到我月入4000的视频，说我1个月挣4000，还不如回家睡觉。那我想反问大家，你们觉得4000块钱好挣吗？按照每个月工作23天的标准来算的话，那么你每天的平均收入是174元。假如你是外卖员，基本上是要做好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准备。如果你去超市收银的话，那么一天得挣10个小时，收入120元。如果你想挣4000块钱，至少意味着你得工作34天。如果你去卖衣服，按照底薪1500块的情况下，提成给你5个点，平均每个月得卖5万块的衣服，可能才能挣到4000块。那4000块钱在你还完花呗和信用卡后，可能就仅仅只够你吃饭。那就这样缝缝补补的过日子，甚至最后倒贴。假如你是女生，你没有钱买护肤品，没有钱买化妆品，甚至没有钱打扮自己。假如你是男孩子，甚至不敢谈恋爱。这就是我的一个生存的现状，也可能是大部分人的现状吧。这个女生说的确实是中国社会目前的一个现状，4000块的人民币，在台湾可能兼职打工都可以赚到，底薪都是大陆的1倍还多。相比起台湾，欧美国家的时薪就更高了。男生肯定是不敢谈恋爱了，总不能扫一扫共享单车把女生送回去吧？又有多少女生愿意呢？加上大陆彩礼又那么高。说到这里，让我想到刚到大陆工作的时候遇见的一件事，就是有几个男生集资买了一台跑车，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过3、4手车。一开始一手的时候，那辆跑车是有100万的，但是撞到一个人，车主就把它给卖了，卖的时候变成只剩半价了。跑车半价卖，肯定有人会上钩，地区已经都换了一轮了，又撞到一个人，那个人到最后属于抛售，等于那辆车已经有2条人命了。到第3手的时候，价格是16万左右。
大概有4个男生，每个人都出了一些钱，把这个16万给他平摊下来，约定了一个人只开1个礼拜，这样他们在大陆就可以跟自己的女朋友去谈恋爱，甚至他们可能也私底下有去跟一些不是他们女朋友的女生谈恋爱。这也是中国大陆底层的风气不太好的原因之一，毕竟穷则思变。当然啦，环境不可能只为难底层，像在中层也是会受影响的。钢琴这个曾经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产品，标价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现如今竟然也沦落到了半价出售都无人问津的境地。原价几万的钢琴，现在5000都没人要。钢琴的下滑和整个经济环境相关，和整个中产跌落相关。就在1周前，海伦钢琴披露净利润亏损了1460.94万元，钢琴老师们也发现自己的授课量锐减了。由此可见啊，中产阶层的钱包也是瘪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房价。之前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学钢琴，最关键的是因为中国政府会给艺术特长生加分。钢琴卖不出去，归根结底会是行业的问题吗？是钢琴老师的水准下降了？是钢琴不好用了？质量出问题了吗？都不是，是中产幻觉破灭后的社会问题。这也让我想起以前一个音乐人说的，真正的文化不是建了几座歌剧院，而是让穷人也能自由弹琴。已经没有家庭能够负担花几十万块钱培养一个琴童，最后他成为一个打工人，琴成了家里一个落灰的装饰。如果你还能在家里听到琴声，那是因为你的钱包还买得起你的耳朵。一个人1年也就10万块钱左右，是吧？他读1年才10万块钱。中国月收入不到1000的人约有6亿，还有很多无固定职业者、残障人士，收入微薄甚至无收入，而国家却宣布向缅甸数万大学生慷慨大方地提供每人每年6万多人民币，称不能让他们没书读。专家甚至建议向非洲留学生每人每年提供10多万奖学金。一时语塞。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黑人留学生最向往的地方了。我国有将近10万黑人留学生，这些黑人留学生拿着我们高额的奖学金，住着我们高档的公寓，我认为有必要减少他们的补贴。最后呢，再插播一个之前三小妹的预言居然准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三小妹有在巴基斯坦留学生殴打中国学生的视频里面提到说，很有可能不曝光外籍是哪一级，到之后这个外籍就会变成其他的级。现在呢，我无意间真的刷到了江西某高校的留学生把中国学生打到骨折，这些非洲留学生每年光补助就拿7万多嘛，相当于普通家庭父母不吃不喝攒2年。没想到最后就是选中了非洲，可能国内比较少有人会帮非洲讲话吗？总归巴基斯坦还是被隐瞒了。还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三小妹第1期的视频。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